Hello， 我是杰瑞，今天是继续跟着 Matt 工作的一天。昨天移动的这一颗巨大的松果榕已经安定好啦，容器种树记得一定要把它们的根冠露出来。接下来是给昨天整理的这些 geranium 换盆 ，Team 按照比例把一些缓释肥加在了混合容器土壤当中。我们也来到了地下室容器储藏室里面，挑选了给他们适合的 terracotta 陶盆。又去到了 Asian Woods 去挑选了一颗新鲜的竹子，把它砍下来清理。So yeah, that'll be nice and easy. 用专门的工具把它劈开。Oh my gosh! 这些新的竹条是准备用来给 geranium 做一些支撑结构。如果你们来过花园，也可以注意到花园的其他地方也会用竹条去做小径的小围栏。接着呢，周二其实是安妮，英国的著名花园设计师，在花园里授课的最后一天，也邀请 Matt 在大露台上进行一些花园维护技巧的讲解。很多人都对这一块 flowery lawn 感兴趣。令我也很惊讶的是 ，Matt 建议在自家花园内尽量不要做这样子的花园设计，因为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维护的环境。我们的兼职园丁 Mary 每一周几乎要花15个小时维护这一片 flowery lawn， 所以 Matt 的建议就是说，如果你希望做这样子的一块花园，那就不要期望它整季都一直有很精彩的看点，而是可能就是选2个时间节点，一个是在早春做一个球根花卉的集中展示，然后就对这片草坪可以进行一个定期的割草，一季当中的中后阶段再选择一些花期的宿根植物来进行展示，而在其他的时间段就可以进行定期的割草来控制杂草的生长。接下来呢 Matt 又教了我一些干货，是对于整个大露台的容器花园，它每2周都要进行一次的施肥活动，所以他们会自己调配肥料。现在你们看到的是 Blue Juice 其实跟我们买到的家用的那种美乐科的肥料很相似。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刚刚自己调配的蓝色肥料的浓缩液，需要加入50盎司。接下来是味道非常醉人的Fish Hydrolysate 鱼露有机肥，也是50盎司。接下来是海藻液体浓缩物，这里只需要加入150毫升。Matt 呢还教给我一个施肥小技巧，是要给他们加肥前水就像女生上妆前乳一样，先要给他们打底，利于他们对于肥料的吸收。在施肥的时候也是要给他们一个 good soak， 水解的肥料浇足浇透。比如说这一颗木质的曼陀罗已经开过至少2茬花了， Matt 说就给它施足够的肥料，它就会一直不停的开花。接着继续移动到主宅邸前面的这一块双层容器拼盘，还有挨着房子的这一片容器花园。夏天的 basket 花篮长得超级好， Matt 说它们的健康主要都来自于液体海藻给它们的土壤带来的生物活性，能让它们长得如此的茂盛。而这个呢也是可以在 Home Depot 或者是我们自己私家可以买到的。施肥呢不只是止步于氮磷钾，而对于土壤本身的生物活性也是需要注意的。 Matt 说上一次2个星期之前，他一个人花了大概6个小时浇完了这里所有的容器。对，这就是一个大概的工作量给到你们。另外一个我在露台上观察到的是这一片橘黄色的东东，我凑近一看呢，原来是这2棵山楂树 Crataegus viridis 的小果子都长出了橙色的触角。近看其实会觉得有点恶心，远看呢就感觉还蛮有趣的。这是 Cedar Apple Rust 桂胶锈病，这种树的果子呢很容易得这个病，但是呢它不会伤害到树本身的健康，掉落下来的橙色灰呢不会对硬质铺装有伤害，清理掉就好了。他们也不会进行大量的药剂的控制，所以之前有很多小伙伴留言问我虫害的处理，其实我们都是尽量能有机就有机，少用毒性很大的化学药剂，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啦。
好啦，今天又是周二，又是蔬菜采摘日，看我们收获了很多的小土豆。我还拿回家了这一颗巨大的 zucchini 西葫芦，现在已经下肚了，还有紫色的 cabbage。好啦，这就是这周的内容啦，我们下周见。